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真的是聊一个跟我们有点遥远，但是又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有钱人的大玩具——私人飞机市场快速的起飞。我们要来揭秘台湾富豪的飞机清单。那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哦。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张道仪，道仪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私人飞机真的一般都觉得跟我们好遥远哦，然后偶尔可能会在机场上看到一架小飞机的时候会有一点幻想。是，大家对于航空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陌生，大概就几家航空公司，但是看到这好像没看过，尺寸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可能没想到连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对，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过去一段时间也不时会看到一些新闻的某某大老板买了私人新飞机等等的，但是这个市场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探究过，而且这个市场在疫情期间是有一些变化的，所以我们请道仪先帮我们说一下好了，到底私人飞机市场这几年是什么状况？是，先帮各位观众朋友科普一下私人飞机，就是我们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它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航班，那你要配合那个航班的时间，以它帮您规划的这个航线，但私人飞机就是跳脱这样的限制，我需要几点要去哪个地方，那你可能就交由私人飞机公司来为您做规划，弹性就非常非常的大咯。那如果说在行业上的分类的话，就是一般我们熟知的航空公司可能是所谓的民用航空业，那私人飞机就是普通航空业，所以它在行业的类别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刚才雅洁提到在疫情的期间的改变，确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疫情的期间，其实在整个航空上其实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但是对于某一些也许行业来讲或是富豪来讲，它还是有跨国移动的需求，所以其实我们有看到不只是台湾，可能包括中国啊或者全世界，其实私人航空的行为以及交易都是非常的频繁的，在2019年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确实在2022年在后疫情的这个时代开始，其实我们看到的需求包括2022年2023年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往下衰退的一个状态，就私人飞机的市场而言，但是我们在今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需求去支撑这样的一个市场，那就是所谓的 AI 或是科技的浪潮。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包括说其实在全球的私人飞机市场在交易额上，其实原本在2020年的时候交易额是大概325亿美元，但是在2028年我们预估会成长到403亿美元，那这个是金额的部分。那如果说就飞行的行动来讲，飞行次数来讲，到今年5月底其实也是较2019年增加 15%， 也就是说其实到今年2024年还是一个私人飞机算是蛮成长的一个阶段这样子。私人飞机刚才道仪解释了这么多，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可以理解的就是用汽车的概念来想，它就是一个老板或主管专属座车，这个专属座机的需求就变成是在疫情期间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所谓的量变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质变的部分，你刚才已经开了一个头 AI 浪潮，它带动了新的买家进来。买飞机的不一定是人，不一定是富豪，它可能是公司。那衔接到刚才讲疫情的部分，就是说我公司差旅以前可能要赶飞机要搭航班，那现在呢也许我不用，我就是包私人飞机来让我的高阶主管甚至创办人可以去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差旅的一个规划。怎样的企业会有这样的需求呢？其实大概就在近期在 AI 浪潮或者半导体浪潮，整个会有跨国需要非常频繁的开会，那这样的产业的需求会是特别大的。私人飞机买家或者是使用者的部分，确实我们也看到客户的样貌也开始有一些改变。那第一个就是年轻化，就是说我们有看到一些报告显示说45岁以下的私人飞机购买者呢，其实是从15年的 15% 成长到 28%， 占整个年龄层的比例这样子。那其实就地区来讲，中东的买家是占比是最高的，那大家也可以想象他们大概那边富豪是最多的。那但是亚太地区其实它的成长它也是有一个蛮厉害的数字，就是说它的平均购买
金额是最高的，是4310万美元。一般一个比较大的私人飞机，全新的可能7000万美元。那如果是中型的、小型的，其实大概也是2-3千万美元这样子的规模，给各位观众朋友有一个价格上的概念，这样子。过去1年来，我们很频繁的看到辉达的执行长是黄仁勋，对，他都突然出现在台湾的某个夜市了，来去自如。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私人飞机帮了他的这个大忙。没错，其实大家对私人飞机这个议题会有比较多的认识，大概也是今年 Computex 的时候，辉达的黄仁勋或者是苏姿丰，他们都是透过私人飞机的方式来到台湾，那大家就追着那一个飞机跑，原来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台湾来参加我们这些活动的。不过他们还蛮特别的是，他们并不是自己买飞机，是对，他们是用一个买航程的方式。对，这个商业模式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改变了。我要买一台飞机，从前面的报价到买飞机，然后我可能需要有人帮我开飞机，我要有地勤，那这些通通都要从头包到尾。那在台湾的或者说国外的私人飞机公司就可以做到这些服务，像包括黄仁勋，包括说苏姿丰，他们就是透过订阅的方式，我就买时数，我订阅，那我可能需要的时候我再用就好了。这飞机也不是买了就买而已，养飞机本身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不论你说人买或公司买，其实都是一件蛮大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知道，这么多科技大佬现在越来越频繁的来到台湾，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台湾这里呢也有很多私人飞机的企业在提供这些服务。是，对，可是事实上台湾的私人飞机的市场啊，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这些业者也不是这几年才突然诞生的。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台湾的私人飞机的几个主要的业者这几年的变化。是，台湾的私人飞机业务整体来讲，大概是07年我们开放，就是个人可以持有私人飞机，从那时候开始的。那所以我们第一家私人航空公司是2010年，就是菲特利航空开拓台湾私人飞机的这个市场。台湾目前主要的业者就是说私人飞机服务业者，大概就是刚刚讲的，第一个是菲特利航空。那菲特利航空它目前的代表人、董事长是同德电子的李世龙先生，他也是黄仁勋好朋友，也是好朋友。对，他去 Computex 的时候有去跟他一起，就是有去他的摊位去逛了一下。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很熟知的，就是郭董，这个并没有直接在他的资料上说这就是他的公司，但是间接投资吧。对，华捷航空这家公司其实大概都知道说，其实是郭董间接投资的这家公司，包括他的公子郭守正先生也曾经担任过这家公司的董事。那据传他的飞机也是由这家公司在做托管的。对，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市场所熟知的一个企业。那第三家就是飞盛，那飞盛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成立的一家航空公司。那他的目前的董事长是黄崇仁先生，那就是利基电的创办人。对，那其实会发现说，这个好像都跟科技有蛮大的关系。对啊，这些全部都是科技的老板，他们都是为了自己有需求，所以就知道市场在这里。这大概也反映台湾的一个产业的面向。那包括说现在一个新的需求，那我们也就是探听了一下，确实这一些科技业的大老板确实也为这些飞机公司带来一些新的业绩，确实也是有帮助的。虽然他们本人可能不见得会开飞机或者懂航空，但他确实带来了不少半导体业或科技业的客人，这个倒是有这么一回事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一个更新的，就是目前他还在跟民航局做5阶段的一个审核的过程，那叫元星航空。元星航空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他的老板是做电子业的，是卢浩志先生。对，现在其实是一个都是电子业，对，都是电子业。他本身也是有差旅的需求，就看到了这一个。据说他就是学开飞机，到之后觉得，我好像可以自己来，就是开飞机公司来进入这个行业，他算半路出家了。对，没错。不过这家公司还没有正式的开航。对，没错，它还在走审核的流程。了解，所以其实台湾的私人飞机的这个产业的业者还挺热闹的。那相关的详细的资讯呢，道宜在第723期的财讯双周刊都有很精彩、很详细的分析跟报道，所以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呢再来参考我们的杂志。那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来谈一下，毕竟那个商人都在商言商嘛，那这些科技大佬他们绝对不是只是因为我自己有需要搭私人飞机所以我就开公司，他们一定也看到了一些未来的市场机会。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到底看到了台湾的私人飞机市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可以赚到什么钱。是，其实在早期也许一开始确实有这种我想喝牛奶就养一头牛在家里的这种，一开始是有这么的一个意味在啦。但现在确实说要去做这个生意，大家也很难就我想有一台飞机我就
开一家公司，这是不太可能的。虽然有钱就可以任性，但也没任性到这个程度。是。那我们看到了一个需求，大概就是差旅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大家也跟整个大的总经环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讲的是海外的生产或者是海外的这些供应链，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的部分，所以相对比较单纯一些。但现在其实可能不管说新南向，或者是说整个供应链在南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它变得相对的比较分散一些。那再包括说东协国家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都这么的完善，它有这么多的航班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说而且机场都离市区超级遥远。是，但是这个是基础建设所导致的。那如果说今天有一台私人飞机，我可以直接从台湾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直接完成当地的事情，并且直接把你飞回来，真的可以省很多时间。是可以省很多时间的。那当然这个就是供应链整个重组的过程中所衍生出的新的需求。我们是采访到了菲特利包括元芯，他们都有讲到这部分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可以想象的。那另一个部分就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刚才也有大家提到订阅制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的企业你并不需要真的只有一个飞机。对，我想对于股东来讲，我看到公司我要花大钱7-7万美元买一台飞机，大概心里都会有点七上八下的。对啊，但如果我今天买的被股东骂，是会被质疑。但是如果今天我买的是时数，我1个小时也许是 1.3 万美元到 1.5 万美元，一年大概差旅大概也许是10个小时或者是100个小时，那它都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预算。它对于企业在编制相关的预算来讲，它是比较方便的。那元芯甚至它更进一步提到说，也许我可以共乘，我可以共同持有。还是共乘？共乘，因为共持这件事情其实比较有趣，是说，其实在国外共持它其实是蛮常见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我可以2个人到16个人共同持有一架，就像我们2个如果是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来买一架，这样一个人只要出一半的钱。对，出一半的钱，在国外其实很常见，但是目前国内来讲，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商业模式。对，那业者其实也在等待机会啦，我们只能这样子说。对，所以共乘的话，例如像元芯它就讲到共乘的部分，就是说，也许我可以好几间公司，我都要去这个地方出差，就是我们一起来订一架包机。对，一起来 share 包机的一个，它就点是更碎片化这个需求，那更有弹性，让公司的负担可能会更少，就是降低这个你在私人飞机支付上的门槛。是，所以简而言之，它就是降低门槛，然后需求更弹性，让就是更多人可以更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就不止产业的需求会运用到。是，对，像我可以想象到，比如说明星来开演唱会，他可能你不太可能去跟一般人搭一样的飞机嘛，对不对？而且他通常都会需要一个自己专属的 team。那这样子的情况，就可能可以透过所谓的订阅这样子的方式，达到快速而且专属的行程的目的。除了这个商务的需求，大家最想要知道就是到底有谁在买飞机，自己真的买了一架飞机来自己搭乘的。其实这次你也盘点出了非常多的大老板。对，飞机持有人，你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有哪些人，然后有哪些特色。刚才讲的是科技业的一个对私人飞机的新的需求，但其实我们盘点到下来，其实大部分持有私人飞机的富豪，其实大概还是以传产跟金融业为主。其实更简单的就是家族，当然有家对，其实台湾的产业一直以来就是跟家族会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关联。像你刚才提到这些业者，很多也都是家族经营、家族企业啦，是没错。家族可能会有一些隐私需要去保护，他可能就会透过直接买飞机来去保有自己的一些空间了。对，那包括说大家所熟知的金融业，大概就是富邦集团、中租，他们大概都有私人飞机。传产业的话，像远东，他们其实也都有就是私人飞机。旺旺、那润泰，其实他们都是有私人飞机的。在我们的杂志其实就有帮大家盘点好整个表格跟那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那照片都是私人飞机本机，我们不是找就是照片来对照而已，是这个那一架飞机，真的就是那一架飞机，不是只是同型的飞机。对，真正是那架飞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机尾可以会有一些它特别的一些公司的 logo 对 logo， 或是它的特别的就是设计，是对，包括说大家对旺旺集团可能很熟，就是它的机会有个圆字。或是一个旺旺的宝宝，那个吉祥物在上面，大家觉得这就是旺旺。那除了设计理念之外呢，其实在机种的选择，它有它的逻辑在。私人飞机的这个有2大的厂商了，一个叫庞巴迪，一个叫做湾流。是。那虽然说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机种，但是大致上来讲，目前主力机种，庞巴迪大概就是 Global 6500到7000到7500这样的一个系列，它一个主要的机种比较大。
它的客制化的空间比较多。对，它的生活空间，因为可以想象在飞机上面，你不会只有一个座位，但是它可能有客厅、有书房、有床、有吧台什么的。对，你觉得它的生活空间其实非常多的。那其实相对于它客制化的空间，就是有它的需求，所以庞巴迪的这个系列，特别是 Global 7500，大概就是符合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可以看到，包括说像富邦集团，像包括说远东，包括中租，包括像是泰明先生，他们所持有大概都是庞巴迪的 Global 系列的这样的飞机。但另一方面，像湾流，它就是这个也是很多老板很爱的，而且特别是好莱坞，特别是运动明星，特别是矽谷的这些大老板，他们特别喜欢湾流的这个系列，特别做的可能是 G700、G650 这样的系列。郭董就是像鼎新卫家，也就是持有所谓的湾流，它速度更快。那它的续航力也很强。刚才讲 Global 750，它的续航力，它的航程可以到非常非常的远，可以跨国甚至跨州的这样子的航程。那湾流它也不输，续航力也蛮好的，大概可以到13000、14000公里。对，大概就是可能台北飞迈阿密啊，东京飞纽约这样大概距离。湾流它的能源使用效率会更好，更省油，对，更省油。对，所以说对于这一些可能好莱坞明星来讲，他可能不想要被贴上这个碳排大户的标签，科技老板应该也不想。他就用这个方式，其实我还是有 take care 到就是 ESG 这样子的部分，这可能是，但因为确实我们并无法真的完全盘点到所有的机种，所以也许还有更多的隐藏的飞机在市场上，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有观察到，也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对，欢迎大家继续来提供你所知道的私人飞机的讯息。对，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这些私人飞机都还是属于企业或者是大老板才能够参与的，对，就是对跟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机会，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去搭私人飞机。是，没错，就是像旅游的部分，其实是像我们看到还蛮多的旅行社，他开始透过私人飞机这样子的方式来招揽他的规划行程。对，规划行程。对，那私人飞机其实很有趣，我们大家对飞机都觉得它是一个工具，交通工具。但是对这个新人，它可以就是一个行程的一部分，它就是一个景点。它本身就是体验私人飞机。对，像我们这次有采访到，就是帽子大王，就是戴胜通先生，对，他本身现在也在经营就是旅行社相关的这个服务。那他们就有分享，就是说其实大概以台湾来讲，因为你搭私人飞机，如果我搭得太远，4小时以上可能很贵。但如果1个小时没感觉，一上去就要下来了，所以大概是3小时左右的航程，就是可能我今天飞的是可能是两岸，或是到东京，或是到东南亚，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距离，会有这样的行程，会有这样的体验。那他就会控制在他的团费的一个效率在，就不会说这个团费报得很高，对，但同时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奢华的这个行程。但这部分我们确实比较难看到它的一个费率啦，因为其实就这个相关的，他都会说，这可能是客制化的，你要打电话去才会告诉你。而且他已经包在一个团体的行程里头了。对，所以其实这部分的费率确实我们有尝试的要去了解，但目前业者都是没有透露这样子的一个费用了。OK， 好，不过没关系，反正各位听众或观众，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以后看到旅行团有推出这种私人飞机团，是，也许可以去参加一下。没错，可以了解看看，是可以试着看看。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行程，除了台湾的观光客会有兴趣，其实国外的观光客也会有兴趣吧？是。像大家前阵子不是讲国旅嘛，国旅的好像的状况蛮需要就是提振的，但其实国外旅客对台湾其实蛮有兴趣的，会搭私人飞机旅游的人，大概他就是我们所谓的高资产的旅行者，因为他们本身可能是来台湾，可能也许是出差，他本身也想玩一下这个地方，是，而且台湾其实在地理位置其实非常的好，从上一次我们在星宇航空的这个题材上，其实就讲到这件事情，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在亚太地区，不管你今天你要去做中转对，是非常适合的。所以他今天可以把它作为旅行规划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旅行业者看到的一个新的机会。OK， 这样子。好，所以现在私人飞机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是，可是台湾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在？我总觉得好像主管机关或什么的，并没有要大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开放。是几个点了，第一个点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分池这件事情，一些商业模式的开放。那这个确实有些业者、这个要透过法规吧？对，他们也在等待法规或主管机关给予更明确的指示，我可以这样做，或我不能这样做。有些业者在等待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包括停机棚。是。那我们这次也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有打听到，其实并不是每天都在天上飞。它其实很长的时间都是停在机棚里面，等待准备出动的。是。那个要停机费啊，那你要停那个费用。
就跟停车费一样，停车费是一样的。对，他那个就是我听到的是一个月可能是100多万台币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资不菲啦。而且他停下来还不是就放着就算了，对，他是要有人去做一些对维护的，对，因为它的安全的要求就更高。对，但是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贵呢？在国外其实不会这么贵的，就是因为台湾的相对的供给是少的，对，所以说大家都需要这个需求，所以它变得很贵。那也许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些机场，包括说北中南都有一些机场在做一些扩大的规划，也许可以扩大这个增加一些机棚，像商务中心，商务中心就是说今天客人从国外飞到台湾有地勤，包括有一些它的一些服务这样子，商务中心也许也可以扩大这样子的服务，让未来也许真的我们要去规划亚太的这个私人飞机或者是商务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业务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基础建设可以去支持这样的需求，足够的资源。对，没错。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11集。中国低价倾销，美国重税防堵，3大产业进入新雷区的留言。对，我们请道仪念一下哈，这位好朋友的留言真的很热情，很认真，对，很热情。对，这位财团 Walter Chen，早期旺旺跟大陆各地后起的米果品牌硬杠，鸿海 FIH 选择要跟深圳华强北白牌手机对战，结果都是碰一鼻子灰。今天的三星给我的感觉跟当初这2个集团很类似，当劣势是在总成本时，却老是以僵化思维，期待用降低售价面对新竞争。如果有效，就不会有今天的韩国及台湾科技业了。我想，当规模经济管理手法已经变成普世价值时，别忘了后面还有印度、台湾或韩国，也只能换个新视野，重新定位自己在制造业产业链中的角色，就像日本信越一样。我觉得这位读者的分析当然非常精辟，显然他对这些相关的产业也都观察得非常的深入。那就像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讲到的，就是不管是在什么产业当中，一定要做出区隔，是对，一定要做出差异化的市场，对，不然的话就会像这一次中国低价倾销把全世界的很多产业都淹没，内卷的，对，确实是这样。第2位财团好朋友是 Long， 他说哪个产业被中国掺一脚，就很可能被进口取代。而且遍地红海，每个老板都心知肚明。然后这跟刚刚前面一个问题其实同一个逻辑，没错。好，财团 Apple 这集真的很棒，快速学习到新讯息，一个爱心。谢谢 Apple 的肯定。是，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每一集都可以给各位读者、观众、听众朋友带来最新、最精辟的资讯。那也请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那所以谢谢今天道仪的分享。如果你还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呢，欢迎购买我们财讯双周刊的第723期，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